尹世直，尹世直，哦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没什么，可能是有些累了。累了。春水兄，我们去前面的小溪边歇息一会儿。小姐，二小姐来了。她希望同您见一面。百里师叔，春水兄，我先去采些野果。不如我去吧，这种活怎么能让你干呢？百里师叔，你武功比我高，留下来照顾春水兄更妥当一些。那就有劳你了，早去早回。好。要不还是我自创一套剑法吧，也比这破剑法强啊！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可不是什么破剑法，曾经可是有人把它练出了剑仙的风范。那人练了19年才名扬天下，我可等不到那个时候。那会儿我都快40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就这么急着名扬天下？那是，我跟人家可是有约定的。他说等我名扬天下的时候便会来寻我，所以啊，我不能让他等太久。哼，女人啊，她可不是普通的女人，她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。当然，我只与她见过2次，互相喜欢还谈不上，但我坚信，当我名扬天下，与她重逢的那一天，将会是我们故事真正的开始。那若你发现他不是个好人呢？先生，此话何意啊？我是说，那若是你喜欢的姑娘与你的相识不过是一场筹划，你看到的一见钟情不过是她心里的刻意安排呢？先生说笑了，他能安排与我的相逢，却怎能预知我的心意呢？这天下间能决定我对他一见钟情的，只有我自己。那若他与你立场相悖，不是世人眼中的良人呢？我与他相恋，不是与世俗相恋，更不是与立场相恋。答得好。但若他是个滥杀无辜、十恶不赦的魔头呢？前2句先生可以假设，最后1句断然不可能，因为我喜欢的那个姑娘，她定不会如先生所说的这般。哦，你就这么笃定？因为她目光澄澈，眉目如画。书上说相由心生，所以她一定不会的。袖剑19式，一共19式，刚好练完。李长生啊，还真是收了个好徒弟。妹妹，
姐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出来看姐姐。姐姐，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，就是让你放弃复国的百里东君吗？妹妹，我没有放弃复国，更不会因为百里东君他而放弃复国。我懂。姐姐是为了不再引起战乱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妹妹，我真的已经知道了。姐姐，我们不说这个了。我听说你是同天下第一的李长生出来的，我还想一睹他的风姿呢，怎么不见他人呢？先生，他暂时有点事情，便和我们分开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阿姐，你是不是不方便出来太久啊？快回去吧，我也要回去了。嗯。阿姐，我走啦。嗯。妹妹，终究是我欠大家一个交代。等我这边事了，我便回天外天请罪。小姐之前说的另一条路，可有答案了？我隐隐摸到了他的边界。那便好。无论今后能否与小姐同路，齐宣都祝小姐可以达成所愿。还有，不管今后发生任何事情，齐宣都不会伤害小姐半分。二小姐此行，难道只为了看小姐一眼吗？自然不是。月瑶带不回百里东君没关系，我月清一定会带回叶鼎之。还好您咋来啊？要不要去找他？我有个哥哥，也会吹这支曲子。我把你误认为是他了。其实我还挺想要个妹妹的。你这人，竟敢三番两次占我便宜！相识满天下，知交能几人？我相信这世上有知音。姑娘的琴，我的叶，恰逢其会。我会再来的。走了。嗯。玲珑姐姐，司空公子回来了。小姐，他又回来了。司空公子
多日未见，怎么忽然就想起了我？我其实心里一直默默记挂着姑娘，只是一直未敢打扰。哦，那怎么今日就赶来打扰？我就要离开天启了，今日特来向姑娘告别。告别？本就只是萍水相逢，当不得公子特地前来告别。公子太爱了。我知道，我对于姑娘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但姑娘对于我来说，意义非凡。今日一别，我定会再回来。等我真正练成枪法的时候，等我真正能够守护好姑娘的时候，真是又呆又冷。别废话了，你们到底是来做什么？啊，李长生那个家伙，定是没给我安排什么好差事。李先生是想请您给这位小兄弟打造一把好刀。不打，我刚接了一个重要的单子，可没空理他。多重要的单子，您也看看李先生给您的酬劳吧。这是他留下的。李先生也是寻了好久。你小子拿了一把仙宫品的剑，还要到我这儿来要一把刀，看来李长生这家伙是准备要把他的绝学传授于你了。什么绝学？双手刀剑术。不错，他的双手刀剑术，刀术霸蛮，剑术轻易，一重一轻，格力无敌啊！我观你这柄剑，可称之为轻易，那我便赠你一把足够霸蛮的刀。看来罗兵神这时还有存货呀。前些年有人送了我一块天外云帖，我打了一把剑，一把刀。那把剑已经要给刚才我说的那个人了。至于那把刀嘛，还需要最后的锻造，3日的时间。要你铸剑的那个人，也和李先生一样有面子？可比他像个人。至少啊，人家是拿着真金白银来的，可不像他，拿着块破石头，就想从我这里骗走一把绝世神兵啊！啊！你们记住，这3日别来打搅我。好刀，这刀叫什么名字？我和剑心种的家伙不一样，兵器铸好的那一刻，便与铸造师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至于它叫什么名字，
应该由它的主人来取吧？都过了这么久了，罗宾山还是不忘和剑心中的李素王抬杠呀？谁和他抬杠？我只是看不惯他那副故作风雅的样子。剑就是剑，还取什么老婶子的那个什么听雨观雪，又是什么闻风望花的，我呸，恶心！好，既然我的剑叫做不染尘，那这柄刀就叫做红尘滚滚不染尘，铅华洗尽见真心。不如就叫它靳千华吧。好，就叫靳千华。行，现在你也有了刀，那就遵从李先生的意思，不练那个什么袖剑19式了，改练刀法。什么刀法？拿着。五虎断山刀。我说春水兄，这刀法我见过，我家护院也在练。可别小看这刀法，曾经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靠这套刀法名扬天下，对吗？你又开始编瞎话骗我了，我才不信呢。你可以相信，因为他刚才说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若是不服，和我过几招如何？嗯？好。现在相信了吧？这武器可以普通，武功可以普通，但是手握武器的人绝对不能普通。这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可比萧逸的袖剑19式差了不少呢。东京清楚了，我会勤加修炼的。难得见你这么老实。云哥。云哥，那我是不是得叫你东君啊？你怎么来了？因为这柄剑是我的。敢问这里可是罗宾神住所？你是何人？在下叶鼎之，奉师傅之命前来取剑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来，坐。剑已铸好。你师傅提前付清了银两，随时便可取走。多谢罗宾神。你师傅他近况如何？这位小兄弟是？哦，我叫南宫春水，奉李先生之命，带着百里东君来这里取刀。东君他在这里啊？他不服罗宾神的五虎断山刀，现在在里面躺着呢。那我明日再去见他吧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师父他已然离去了。小兄弟，你认识我师父？哼，当算是挚友。原来这柄剑的主人是你呀，真是巧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你的刀叫什么？他叫靳千华，是我起的名字。那我的剑就叫琼楼月吧。琼楼月，是个好名字。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刀剑合璧了。行了。话也说完了，我们该启程了。云哥，一起吗？我还要回南爵处理一下我师父的事情，但还能再陪你们走一段。怎么？这是要走啊？是啊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？来不及什么？我们是很着急要去那个地方吗？可是我觉得这一路以来你也没有很着急啊。我们不是直接去那儿。顺路还要去另一个地方，时间上会有些许耽搁。去哪里啊？唐门。去唐门做什么？听说那边有个试毒大会，
我们就过去凑凑热闹。经此一别，此生怕是再无机会相见。你们一定要用好这2柄刀剑，希望有朝一日，让我在这小镇中，也能再听到他的传说。也不知道这小子到了哪里。先前收到九皇子的来信，还以为学堂也受不了那混世魔王，给赶了回来，还偷偷欢喜呢。咱们这个儿子只是表面顽劣罢了，他能跟随李先生一同出门远游，也是一番好的造化。你说，他们会路过钱东城吗？应该不会。李先生这个人最怕麻烦，而要见大名鼎鼎的镇西侯，却是天大的麻烦。我知道你想的，但在他这个年纪，正是应该见识广阔天地的时候。你不想他？我不想。臭小子，有什么好想的？程峰，我心里总是有些隐忧，我怕东君。放心吧，有李先生在，东君能有什么意外？你若真是不放心的话，兄长以后好歹也是要接管温家的人，你净想着折腾他。那就要看兄长他自己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折腾。哎呀，又想出去溜达？每天窝在家里面制毒，多无趣啊！这么多毒药，毒死半个北离都够了。哎呀，前日唐门可差人送来了一封请帖。你是说试毒大会呀？不错，世人皆知咱们温家独步天下，唐门竟敢号称毒案双绝，怕是早有争锋之心呢。此次他邀请我们去参加试毒大会，可不能输了。老爷子，这一次真让我们去了。老爷子说了，温家用毒不用比，上下100年，温家称第2，无人敢称第1。但是，也不怕比，谁若争锋，就把他毒下去。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那个唐门的唐灵皇，我早就想跟他比试比试了。何日启程？明日。哇，是明日！诸位，师傅托我在锦城办点事儿，这唐门我便不跟你们进去了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你师傅跟唐门有些过节，确实还是不去为好。哟，有位师兄跟唐门还有过节呢，说来听听。怎么？你很好奇？说起来就是一段风花雪月的往事啊。那算了算了，我怕柳月师兄找我算账。也是指我们回来再见。保重。怎么一听这风花雪月的故事，你就紧张啊？就你话多。路上小心。
门，这宅院比我们镇西侯府的还要大呀！就送你们到这儿吧，保重。这就走了？行吧，云哥，保重。保重。先生，保重。师傅，不好！小白梨，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？舅舅，我朋友被人掳进唐门了，我要进去救他。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温家，温壶酒。百里东君。拜帖。我没有拜帖，拜帖在我朋友身上，他被人掳进唐门了。荒谬！事实如此，不跟你废话了，召集找人。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擅闯唐门者，杀！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放我进去；二，用这个讲道理放我进去。白痴！他的拳头就和刀剑一般硬。我不打无名之鬼，报上你的名字。唐门，唐连月。稷下学堂，百里东君。你打什么打？还有你，打什么打？温先生，擅闯唐门者杀，这是规矩。我有磁铁，这是我外甥，哪来叫擅闯呀？既然有磁铁，就随我去别院安顿吧。等等，带走我朋友之人，很有可能是你们唐门的人。你让我回去休息，是何意呀？我们唐门之人断不会做如此之事。那人擅入唐门，我之后自然会抓到他，并且把他杀掉。你敢？凌月呢，是唐门唐老太爷的关门弟子，你又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，李先生跟唐老太爷又是平辈，你们不如交个朋友，握个手，就当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过。如果是唐门弟李先生又如子何，没必要。没兴趣。哎，算了，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懂，那就有劳连月给我和外甥弄个房间。你，舅舅，我的那位朋友，明天就是试毒大会，你的朋友呢，在这个时候被抓，此事肯定和试毒大会有关。先进去再说。试毒大会将于明日正午时分举行。你的朋友若有消息，我会派人来此通报。记住，不要在我们随意乱走动。这里不错呀，舅舅，我们要赶快去救我的那位朋友。我刚才便想问你，你不是跟李先生在一起吗？人呢？还有，被掳走的那个人又是谁呀？被掳走的那个人，他是我师傅的一位朋友。哦，我本想着试毒大会结束之后再去跟我师傅会合。那他武功如何？目前应该大概和我差不多。那掳走你朋友的那个人，境界肯定也不一般。放心吧，没有人呢
敢在唐门随便杀人，你朋友肯定是被藏起来了。或许啊，明日的誓度大会会有答案的。可我的那位朋友，他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就